石墨、碳的同素异形体非常常见。每一本教科书、每个百科网站都告诉我们，这是石墨的微观结构，由碳原子组成的六边形方环。但除了世界上的少部分人，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它的结构。与其花上以10万为单位的人民币买上这么一台能够达到原子级分辨率的显微镜，我更关心明天的星期四能吃到什么好东西。但是如果这个能轻松提起的手提箱里装的，正是一台成本1000元能扫出原子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呢？扫描隧道显微镜的 DIY 历史非常悠久，在网络上能查找到的最早的 DIY STM 项目是由 John Alexander 在2000年进行的 STM Project。虽然现在网站已经无法访问，不过幸运的是这个网站被 Wayback Machine 存档，并且在2023年4月 John 在 GitHub Page 重建了这个网站，让我们得以一窥23年前的超级极客项目。网站中除了记录了项目的结构、电路原理图之外，还提到了一种放到今天依然很新的东西，利用压电封明片来做显微镜的扫描头。现在这种封明片便宜的在某宝甚至只需要1毛8一片。这个方案来自于他自己的一篇名为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with Integrated Optics for Attachment to Optical Microscope 的专利，并且直到今天，因为其简单且便宜的特点，这种扫描头结构仍是 DIY 的首选。现在大名鼎鼎出手于 Dan Barad 的 DIY STM 项目也是采用这样的扫描头方案。Dan 通过 DIY 成功测量了包括石墨、金在内的多张扫描隧道图像，并且在他的网站中详细的记录了制作过程。我的上一代显微镜就是采用了与 Dan 相似的机械结构，也就是3轴升降台式的结构。只要升降台的螺纹足够精密，就能控制扫描头的上下位移达到纳米级。虽然 Dan 的方案真的很好，也有人成功复现了他的成果，但是随着参考了越来越多的项目，以及我自己的亲自踩坑，我觉得这样的方案还是有改进空间的。让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原理。我们把空气定义为绝缘体，是因为空气中的气体分子分布稀疏，并且它们的电子不容易脱离。想要在空气中产生电流，则需要电子克服很高的势垒。如果你天生反骨，一定要让空气导电的话，正常来说需要施加一个1000伏级别的电压，这样空气就会被击穿，从而导电。这是由于在高电压下，气体离子发生了汤生雪崩而导致的击穿放电。根据1889年弗里德里希帕行得出的帕行曲线，我们可以得出空气击穿电压和距离的关系。在距离大于5微米时，每增加1毫米需要增加3000伏的电压才能击穿空气。但是击穿电压和距离并不是永远成正比，在距离小于5微米的时候，随着距离的缩短，反而需要更大的电压才能击穿。这也就意味着空气的击穿电压将存在一个最小值，也就是360伏。但是很显然，想要使空气导电，并不只存在汤生放电这一种效应。2003年 L. Valash 和 Larry Levitt 对帕行曲线进行了修正，得到了更为准确的空气击穿曲线。在空气间隙大于5微米时，空气击穿依旧由汤生效应主导，但当间隙小于5微米时，电压将在空气间隙两端产生很强的电场，电子将直接被发射出去，形成场发射电流。此时的击穿电压随着距离的减小进一步降低。而如果我们将距离继续缩小，小到2纳米时，电流将由我们今日的主角隧穿效应主导。此时让空气导电的电压将变得非常小。这是因为在量子理论中，我们不再判断电子能不能穿过空气，而是考虑电子穿过空气的概率，这使得电子能够跨越在传统力学里跨不过的鸿沟。在这里我不讨论复杂的量子理论，因为我也是蒙古人。不过你只需要知道，根据一些简单的推导可以得出，当样品和探针进入隧穿距离之后，对它们施加一个非常小的电压，它们就能产生隧穿电流，并且这个电流的大小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呈指数性变化，距离越小，电流越大。
基于这个原理，如果我们移动探针在样品表面扫描的话，样品表面的形貌信息就呈现了出来，这也就是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原理。并且由于指数级的关系，电流的变化将会变得非常灵敏，这将使得显微镜能够达到纳米乃至皮米级的分辨率。原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在这里我需要说明以下几个技术难点：一、需要将样品和探针推进至虽创距离的2纳米，并且需要确保在这个过程中样品和探针不碰撞；二、需要控制探针实现纳米级移动；三、探针尖端需要非常尖锐，纳米级的那种尖；四、现实生活中是有震动的；五、需要探测的电流是非常小的，通常在10纳以内；六、最后也是最简单的协调控制系统。好，接下来我将用8分钟的时间讲讲我如何在2年的时间里解决这些问题。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效应，逆压电效应，因为它能够一次性解决我们2个问题。我们知道，对打火机的点火器按压可以产生很高的电压，这是因为它里面存在一种叫做压电晶体的东西。压电晶体在被挤压产生形变时将会产生电压，而且形变越大，电压越大。这种效应被称为压电效应。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对压电晶体施加电压会怎么样？是的，你答对了，压电晶体会发生形变，而这就被称为逆压电效应。常见的压电陶瓷的横向压电异变常数在 0.1 伏每纳米左右。纳米？如何实现探针的纳米级移动？简单，我们把探针固定在压电陶瓷上不就 OK 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取来3个压电陶瓷，分别控制探针的 X、Y、Z 轴的位移，就可以实现探针的3轴移动了。但是不用这么麻烦，其实只需要1块压电陶瓷就可以实现3轴移动了。回到 John 的专利，取出我们的压电分明片，压电分明片由镀银层、压电陶瓷层、铜层组成。在银层和铜层之间施加电压之后，分明片会上下弯曲。如果我们给它施加交流信号，那么它就会振动发出声音。这个时候的分明片只能实现一维运动。我们对银层进行切割，切割为4个象限，并把它们命名为正 X、负 X、正 Y、负 Y。将铜层电压置于0伏，并将探针固定在分明片上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对正 X 和负 X 施加相同的正向电压，那么分明片会像切割钳一样向下弯曲。但是如果我们对正 X 施加正向电压，负 X 施加反向电压，正 X 区域将会向下弯曲，而负 X 区域将会向上弯曲。这个时候的探针将被带动，从而实现左右移动。正 Y 和负 Y 区域将是一样的原理。这样我们就通过1块压电陶瓷实现了3维移动，纳米级的。利用压电分明器制成的扫描头，G 轴形成撑势也就是1个微米。很显然，仅仅靠手是没有办法把样品和探针的距离缩短到几个微米，而且不发生碰撞的。3轴升降台的结构很简单，理论分辨率也很高，能达到几个纳米，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有大问题。如果你想通过手动控制螺丝，我不想手动控制螺丝，心生时间，除非真的很闲，不然你是不会想亲手拧螺丝的。整个过程就是有水长距流吗？没有，拧一下，并重复不知道多少次。所以第2代结构我引入了步进电机对螺丝进行控制，但是步进电机的发热会导致严重的热胀冷缩，也就是温漂问题。那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？有的，但是得加钱。压电马达可以达到纳米级的定位精度，也就不到1万块吧。买不起。那有没有可能自己做一个呢？你好，有的。这篇来自 Hardware X 的论文详细描述了如何低成本制作一个惯性压电滑台以及驱动方式。我们有一个滑台，它可以前后移动，把磁铁贴在上面。当磁铁向前移动的时候，滑台也将一起移动。但是如果我们快速移动磁铁，由于粘滑现象，滑台将不能完全跟上磁铁的运动，与磁铁发生相对位移。想象这样一个过程，我们缓慢地向前移动磁铁，这时候的滑台将完全跟随磁铁的运动。在移动一段距离之后，我们快速地向后移动磁铁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这时候的磁铁的位置虽然没有变，但是在快速后撤的时候，
滑台不能完全跟上磁铁的运动，所以滑台将会向前移动一小段距离。磁铁重复这个过程，滑台将可以实现连续的移动。滑台移动的距离由磁铁决定。我们通过雅典陶瓷控制磁铁的移动，就可以实现长距离但是精细的移动。这里雅典陶瓷的位移量需要大一点，于是我选择了2007年 NEC 公司生产的堆叠雅典陶瓷，便宜且能用。解决完这2个问题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显微镜的机械结构了。显微镜的探针同样也需要做到纳米级的锐度，这是因为当隧穿电流都从针尖的几个原子通过时，显微镜的分辨率才能达到最高。怎么样才能制作出这么尖的针尖呢？这个问题可能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简单的，答案就是直接剪就行。这是普渡大学对手工裁剪后博士针尖的透射电子扫描图像。通过对博士进行一定角度的裁剪，就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尖锐程度。虽然不能保证每次裁剪都足够尖锐，但是相比于通过腐蚀等方法制备针尖，剪一下真的简单了太多。现实生活中的震动有很多，车子、电梯，还有你舍友在抖的脚，这些震动都会影响到显微镜的工作状态。但实际上，我们并不需要让显微镜整个完全静止不动，只需要让探针和样品之间保持相对静止。当存在低频振动的时候，探针和样品会随着振动一起移动，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变，对显微镜的影响很小。而当存在高频振动的时候，它们之间才会产生相对运动。像这样的一个悬挂减震系统的谐振频率通常在几到几十个赫兹，通过这样的系统可以较为有效地衰减高频振动。隧穿电流在100皮安到10纳安，我知道很小，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过于的复杂。TIA 跨组放大器，它由一个精密运放和反馈电阻组成，轻易的就实现了别的放大电路做不到的事情。当反馈电阻为100兆欧姆的时候，如果有10纳安大小的隧穿电流流入放大器，电流将被放大为-1伏的电压，在输出端输出，用它来作为隧穿电流的前级放大器，很合适。当然，为了避免视电干扰，我们把前级放大器放在全铝包裹的凹槽内，并给它盖上小被子。在解决了显微镜的所有关键问题之后，接下来就是简简单单写一套控制系统了。显微镜的控制电路被分为了3块板子：电源板、控制板和数模转换板。5伏的电源进入电源板，经过电源芯片低噪声 LDO 输出，提供低噪声电源给前级放大器和数模转换板。控制板的核心为 ASP32 单片机，负责发送信号给数模转换板以及与电脑通信。数模转换板上有多个16位 DAC 以及 ADC， 用于控制显微镜以及采集电流。控制软件采用 Python 加 Qt 完成，与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，完成控制命令和隧穿电流信息的传输。控制软件可以实现比如隧穿电流距离曲线、偏压曲线的测试，以及图像的1维、2维扫描。听了这么久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接下来就请看看我拍到的石墨原子吧。
虽然目前的显微镜扫描出了石墨原子，但是还有许多能够改进的地方。显微镜我将继续开源，并整理一份指导手册，相信你也可以做一个扫描隧道显微镜，拍到年轻人的第一幅原子照片。